女孩怎么也没想到，男孩竟想欺负自己，但她可不会就此认命，于是奋力将男孩推下去，顺手抓起水杯，狠狠砸在了他的头上，并借此机会跑进了另一个房间，赶紧拨打了110，哭喊着姐姐的男友想强奸自己。可谁知话还没说完，男孩就闯了进来。等到警察赶到这里后，女孩早已被性侵了。她声称本来姐姐和男友在卧室睡，我睡在客厅沙发，不料一睁眼她就压在我身上强奸了我。然而就在这时，技术员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姐姐的床上有血迹，窗边的地上也有，但她竟然离奇失踪了。而更出人意料的是，男孩并没有逃走，但他却什么也不记得了。可当警察说出经过后，他竟声称我是在梦游中强奸他的，这个理由可把警察震惊了。没想到又是一件离奇案件，但警察当然不会轻易相信，首先就逼着男孩交代姐姐瑞秋的下落，甚至怀疑是他杀了瑞秋弃尸了呢。结果吓得男孩忙不迭解释我有病，而此时他的律师也赶到了。My client suffers from arousal parasomnia. It's a real disorder. He had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Christy McGarrett while he was asleep. Look, Rachel knows about my condition, okay? She loves it. She says when I'm asleep, it's the best sex she's ever had. 但警察又问，既然瑞秋这么爱你怎能侵犯她妹妹？不料男孩辩解，肯定是瑞秋那时离开了，我才找妹妹宣泄的。至于血迹是我脑袋被打破留下的。这时律师也提出他不知道强奸不能被逮捕，哪知检察官也认同律师的看法。他解释虽然那就是性侵，但当事人并没意识到身体的行为，就像睡着的母亲压到孩子，是他的身体干的，但他并不知道。When a patient with sexsomnia has an episode, he'll seek sex with whoever's available.I think that he raped Christy because Rachel was already gone. 但警察觉得这更像是杀人抛尸的借口，可检察官又证明这种病从没与凶杀有关过。虽然警察仍是嘀嘀咕咕持怀疑态度，不过黄博士从种种迹象来分析，认定瑞秋就是被绑架了。于是按照这个思路，警察询问起了妹妹关于姐姐的一些状况，不料正好遇见男孩被释放，整的女孩真想杀了他。而恰巧这时父亲也赶了过来，于是二话不说就冲上前，狠狠打了男孩。不过也很快被警察拉开了，并且告诉他男孩没绑架瑞秋，而且也不能起诉他强奸，因为他有病。父亲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于是警察又详细解释了一遍。父亲一下被这奇葩的理由整无语了，随后将警察大骂一通后就决定自己行动了。紧接着他在电视上先大骂警察无能，然后就发出了悬赏，凡是提供女儿线索的奖励5万块。殊不知瑞秋是被一个变态掳走了，并且遭受了非人待遇。而随着悬赏的发布，很快瑞秋的一个朋友打来了电话，他声称知道瑞秋在哪，居然是在一款名为新宇宙的游戏里。这里面每个玩家都有自己特定的角色，而且想做什么都行。上周他曾在里面遇到过瑞秋，俩人居然开了几家虚拟性爱俱乐部，就像现实中一样招待客人，而且每一名客人都代表一个真人。这么做既不会染病也不会怀孕，很安全地满足了他们的幻想。这又给警察打开了新世界大门。不过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瑞秋，于是女孩立即转到了瑞秋的俱乐部，没想到她的标语更是大胆露骨，这一看就是在等着变态光顾。而那些举牌子的是瑞秋的粉丝，每天准时来看她表演。可是今天顾客都来了，瑞秋却一直没有出现，因为她被绑架了吗？据此警察猜测，歹徒就是顾客中的一人，他已不满足虚拟的了，而是想得到真的瑞秋。接着为了查出瑞秋粉丝的现实身份，警察找到了游戏公司老板，让他提供了那些人的信息，不料他们竟然分布在世界各地，是通过留言板来交流的。而瑞秋的最后一则留言则显示，他声称自己被跟踪了，所以几天前禁止了那个变态来俱乐部。不料事情越来越糟，我担心他会进入我的现实生活。昨晚好像听到了背后有脚步声，所以提醒所有姐妹小心这个变态。最后瑞秋公布了那人的角色名字，老板一查居然是一个刽子手形象，而他的注册信息显示真名叫托宾，可是托宾却否认认识瑞秋，也不承认玩新世界游戏，但警察手里有他的账户信息，不料他竟声称信息是被盗用了，而且还有不在场证明。昨晚我去看了足球比赛，恰巧还被镜头拍到了，结果一查托宾还真出现在了球场的大屏上，所以他根本没时间绑架瑞秋。但大队长感觉这也太巧合了，他恰巧在案发时出现在镜头上，因此怀疑托宾有同伙，于是又让游戏老板筛查他在新世界中接触的角色都有哪些。而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人数也在减少，最终和托宾接触4次以上的人只有瑞秋和一个眼镜男，而且眼镜男和托宾还一起出现在多个场景中，不用说他就是同伙了。然后老板又查出了眼镜的真名叫内斯，于是紧接着警察就来到了内斯上班的书店。据老板介绍，内斯是助手，负责网络销售这块业务。而当警察找到他后，内斯竟拒绝离开电脑。警察急忙查看，原来他正在玩新宇宙，这下嫌疑就更大了。可内斯就不承认认识瑞秋，没办法，警察只能以绑架罪将他逮捕了。然而即使进了派出所，他还是否认一切，甚至连托宾都不认识。不料这可惹恼了警察，直接薅着他来到了另一间审讯室，里面的人正是托宾。这下内斯终于认出了他，可只知道他是书店的客人，也没跟托宾说过新宇宙的事啊。于是警察又问还有谁玩新宇宙，结果内斯巴拉巴拉说了一堆人，哪知其中一人突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那就是书店老板也玩。这让人不得不联想到，老板和这些人都有关联，而且能够盗取托宾和内斯的个人信息。
所以极有可能他才是真凶。随后根据这个推测，两人又急忙返回了书店，谁知这里早已人去店空，电脑也不见了。这么看来，老板就是那个变态了。紧接着，警察又搜查了老头的家，可这里并不像藏过一个女人。不过这时本森突然有了发现，他看到墙上的一幅画很眼熟，女孩居然和瑞秋的游戏角色一模一样。而出于好奇，本森将那幅画摘了下来，不料却在背面发现了一张纸条，好像是一张买药清单。于是警察按照上面的电话打了过去，对方的彩铃竟是一家房地产公司。随后两人就来到了这家公司，经过交谈得知，书店老板在这里租了一间仓库，两人立马有了预感，果然在这里找到了昏迷的瑞秋。糟糕的是，他只剩一口气了，旁边还放着一堆药，好在最终还是被抢救了过来。随后警察让他进行了辨认，可瑞秋称绑匪是蒙着面的，根本不知道是不是老头。那晚我感觉脖子刺痛了一下，好像被针扎了，然后就昏过去了。当我醒来后，发现被绑在床上，接着他就强奸了我。这么看来，必须抓住老头了。紧接着，警察查到老头真名叫格雷，原来有过前科，25年前曾绑架了一名15岁女孩，并且女孩一直未找到。本森一看，这不就是那幅画里的女孩吗？接着一比对，两人简直一模一样，所以案情基本清晰了。格雷这是想在虚拟世界中重现过去的辉煌呀。而这时前方传来消息，终于找到格雷的踪迹了。随后就在格雷即将逃离的前一刻，警察及时将他逮捕了，然后就带到医院，打算让瑞秋指认。可不幸的是，瑞秋20分钟前去世了。既然没了证人指证，老头当然不承认了，还冤枉都是助手干的。即使警察又拿出了各种证据，可他都有借口推脱。结果审了半天，警察一无所获，最终因为没有铁证，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了派出所。而检察官又提出，如果能找到当年被绑架女孩的尸体，就可以指控他谋杀了。经过这一提醒，本森突然想起了游戏世界，因为瑞秋曾说格雷想带他去林中小屋，所以推断格雷可能在新宇宙里建了一个小屋，那里也许有女孩的尸体。随后本森急忙赶到游戏公司，让老板找出了格雷在游戏里的木屋，而里面果然有一个女孩。不过老板解释这是格雷买的角色，并且床头上还写着她的名字，果真是那个女孩，这说明女孩还在现实的木屋中。于是老板立即将游戏里的地图和现实的对比起来，试图找出现实木屋的位置，结果没用多久就找到了。随后警察立马赶了过去，哪知里面走出一个老女人，竟就是当年的女孩，她还活着。可出乎人意料的是，女孩竟一直在等格雷回来，已经等了25年了。不料大队长得知后很是郁闷，这下没理由指证格雷谋杀了，但还是让女孩见到了格雷。没想到他当年就爱上了这个绑匪，而且到现在也一直爱着。最终为了成全女孩，警察让他和格雷见面了。不料格雷看到女孩后竟脸色大变，原来他只爱女孩15岁时的样子，根本不喜欢眼前的老女人。得知真相的女孩崩溃了，没想到苦等25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果。随即问起了女孩瑞秋，因为刚刚警察已经告诉了她一切。此时格雷已经没了心理防线，直接无意识坦白瑞秋的角色很像你，所以我有了得到你的第2次机会。可他不爱我，我强奸了他。女孩终于忍不了了，彻底暴怒了。苦等25年的男人竟如此变态，然后就伤心离开了。而迎接老头的将是无尽的牢狱生活了。